不光是老子也有西方人研究道是否存在，研究世界的起源。在德国有个心理学家叫海灵格，他就说除了我们看到的有形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无形世界。无形世界形成的力量支配了有形世界万物的行为，他管这个叫集体潜意识。他说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不见它。这个力量支配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您按照它的法则去做事，人生就顺畅；您逆着它的法则做事，就总是倒霉。他说这个力量我们看不见，摸不到，也听不见，但是我知道它存在。无上圣玄微妙法，百千万世难遭遇。如今见闻得受持，愿解无为真实义。前面老子告诫我们不能用眼过度，五色令人目盲，说的是有形世界。在道德经的第一句话，老子就告诉我们，除了人道所在的无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天道所在的恒常世界。那么天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每天生活很欢快，一天生活忙忙碌碌，但是很少有人能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老子是这样描述的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明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计，故分而为一。意思是说，这个道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你说它有，但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你说它没有它还存在，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出一无有，入一无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包罗万象，它无所不在，它可以不断的聚散离合，就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所以它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的意思是，就是看不到它，但是它是存在的。微最早的意思是悄无声息的走路，后来引申为微弱微小的意思。世间的很多东西是你拿眼看不到的。你能看得见空气吗？你能看得见电波吗？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但它存在。老子告诉我们就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它才是形而上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起始，生命的源头。我们研究粒子、原子、质子、量子，这些您都能看见吗？看不见，对吧？那些细菌你能看得见吗？也看不见。谁能看得见呢？有人能看见。我们之前说过佛观一杯水84000重。圣人们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有无，看清楚了世界的本质，看清楚了生命的变化，因此留下这些典籍告诉后人他们看到的结果。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站在圣人的肩膀看世界。下面一句，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意思是道的声音您听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听不到的声音吗？当然有。蝙蝠从您身边飞过去，给您发了一个雷达，您能听得见吗？当然听不到咯。飞机用的雷达您能听得见吗？也听不到，对吧？听不到，它有没有当然有有些东西不是您听到的才是真的，也不是您看见的才是真实的。您看见的、听到的恰恰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敏当抚摸奖，摸不着它，这种状态叫做夷。夷本来指的是平坦的意思，老子说也摸不着的状态就叫夷。比如说微尘你就摸不到，还有那些原子、分子、粒子，这些都是通通摸不到的。
这3句话讲的是我们的3个器官眼睛、耳朵和触觉。推而广之，比如嗅觉，你可以闻到味，闻到海底捞的香味、辣味，但是很多味道您是闻不到的。您闻不到它，并不等于它没有哦。所以老子只是列举了3个点。接着老子讲三者不可致诘。通行版讲的是三者不可致诘，诘是问的意思，不可以去问。而帛书、甲乙本都是写的三者不可致诘。计算的计有计量、算计、度量的意思。老子说这个道无论从视觉、听觉、触觉都没有办法去揣摩它、探测它、体察它。道是无名、无形、无态的，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存在。那我们怎么样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它呢？在人类的文字里面呢，最早出现的就是一。文字就是从一画开始，我们说一画开天地嘛，所以我们把道生化万物，形容宇宙的最初的状态，就叫一。老子说故混而为一，一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没有办法明确的区分出万物的最初的形态，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里面包含了未来宇宙的所有信息。用现在的表述就是道是基因的混合体。后世我们经常把一等同于道，但是一和道还是有不同的。道是最初的能量，它是分散的，只有各种能量聚合在一起，形成那个一，相互交互、相互作用，发生关系，才能产生新的东西。所以道在生化万物之前必须凝聚在一起，产生那个一。举个例子，道就是各种化学元素的混合体，是分散的，然后这些化学元素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组合出不同的物质。比如2个氢分子和1个氧分子组成了水，1个碳分子和2个氧分子组成了二氧化碳等等。所以道并不是一，道是一的源头，一是道生化万物的必要条件，是道的具体的体现。所以后面《道德经》里面有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老子说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混成一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开始诞生了。这就是老子给我们讲世界的诞生，世界的起源。我们普通人整天忙碌，我们可能没有想这些事情，不会考虑世界是怎么诞生的，但是圣人想了。不光是老子也有西方人研究道是否存在，研究世界的起源。在德国有个心理学家叫海灵格，他就说除了我们看到的有形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无形世界。无形世界形成的力量支配了有形世界万物的行为，他管这个叫集体潜意识。他说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不见它。这个力量支配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您按照它的法则去做事，人生就顺畅。您逆着它的法则做事，就总是倒霉。他说这个力量我们看不见，摸不到，也听不见，但是我知道它存在。所以他佩服中国的老子，他说中国2000多年前有一位老子管这个东西叫道，他说这个太高明了。海灵格根据他的研究创建了一套家庭序列的理论，这套理论呢在西方国家很流行。海灵格认为我们人只有一点点自由，改变自己而已。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顺应，一个人懂得顺应命运，可能会获得最大的自由。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到头来结果未必好。顺应是不用追求的，把结果交给命运力量去运作。所以释迦说恒顺众生。现在也很多人在探索这个道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些我们可以不管，我们只需要跟着老子的步伐，
去探索天之道。如果您觉得那个太遥远了，也可以按照老子给我们写出来这种规则去做的话，我们人生也会很顺畅的。这是大浪淘沙，经过几千年沉淀出来的经典。在我们仰望苍穹的时候，宇宙是那么浩瀚，个人是那么渺小，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触摸到宇宙的奥秘呢？这就需要经典给我们指引，也是我们学习经典的目的。如果您认同这句话的理解，请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将您的观点写在评论区，谢谢。